我是小欧，蛇年行大运，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。为各位介绍一下新年的由来，12生肖的由来，愿望规划跟实现。春节呢是华人跟东南亚地区呢最重要的节日，也是4大节日之一。春节也是在大寒之后呢，马上呢就要立春了。所以春节呢通常都是一年的起端了，也就是一年的开始。在新的一年呢，就要设定的新的愿望啊，要怎么规划跟实现？等一下我会用比较具体的方法，让各位年年更好，事事更顺利。然后再介绍一下新年的由来啊，从炎黄时期的民俗传说啊，就是年兽哦会出来啊，吃人啊跟农作物啊，然后后来大部分人就发现说，年兽啊怕那个爆竹啊跟鞭炮啊。还有怕红色的东西，大部分人就是用爆竹啊，还有门口贴红色的春联啊来驱赶年兽啊。这个是最早期的年的由来。再到夏商周时期呢，我就已经有过年的仪式了，通常都会祭天跟祭祖。然后到秦朝之后，我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，有确定的农历年的存在。之后到了汉朝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有在过农历年了，还有用爆竹。唐朝就确立了春假的，至少就7天以上了。然后那政府官员都会庆祝了。就是更确定年的存在了。之后到了宋清时期呢，它的春假就是会有5天最长到9天的。每个朝代都不一样了。之后到了民国的时候，因为要破旧立新啊，要采用新的西元年历。大部分的你也知道，华人都已经习惯过年了。后来还是恢复了。到北洋时期的时候，那个内政部又跟袁世凯奏请了春假为4大节日之一。这个是新年的由来，跟各位介绍一下过年的习俗。我们在除夕前的时候要大扫除，把家里整理干净之后，就去办年货，然后要贴上红色春联，代表喜气。在除夕的时候可以先祭祖，初一的话就可以不用那么忙。除夕当天的话，我们先全家一起吃团圆饭啊，守岁到晚上12点。我们全家可以一起聊天啊，做一些活动啊，打牌啊，还是去看灯会都可以的。长辈就通常都会发红包。然后到初一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去拜年了。有时候我们都会去庙里面走春啊，祈求来年能够事事顺利啊，财运亨通。或者是到亲朋好友那边拜也是可以。初二的话就是嫁出去的女儿就是要回娘家。初三的话，我们通常称为是狗日啊，有那个纷争啊，这样可休息了，这样。不过现在的人比较没有在
信一些有一些传统的习俗吧，有的还是出去拍拍照。除夕的时候就是迎接灶神的，我是财神的时候，可以啊，准备一些祭品啊来迎接灶神。然后初五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倒垃圾啊、扫地了，我们就送钱，也是开工日的。还有的要到初六开工的也是有的。华人的年啊，都是有的说法是到元宵节过后才算过完整个年。然后元宵节当天的话，通常呢都是会先灯会啊，哦，然后有的地方会有风炮啊，还是天灯啊，赶走不好的，然后迎接更好的。再跟各位介绍一下12生肖的由来。我们民俗的说法就是玉皇大帝，他为了要选出时间的守护者，所以他举办一场比赛，推荐前12名的动物抵达终点的话，就可以担任时间守护者。这样的说法是因为在战国时期已经有研发出12地支了，为了要区别12地支啊，所以用12生肖来代表，这样子比较好运作。然后到了汉朝的时候，12生肖呢跟12地支已经成熟了，也成为民间文化。我再看一下12生肖，我已经要选出来了。然后大概跟各位介绍一下，另外一种说法就是鼠跟猫为什么会成为世仇？鼠跟猫在一起渡河的时候，把猫推下河里面了。那另外一种说法是鼠啊没有叫猫起来的，参加比赛的，所以看到那个猫跟鼠是成为世仇，然后猫也因此没有进入到12生肖。然后鼠的话是比较聪明，然后就是坐在牛背上面呢，之后到终点的时候就跳下牛背就往前冲了，所以就变成第一名。所以我们身为老鼠都是比较奸诈那一型的，机智那一型。然后牛的话是比较勤劳，它一直往前奔啊，都没在停了，所以它是第二名。然后虎的话，它是因为太过自负了，想说它速度很快，我可能中间有点懈怠啊，所以就变第3名。兔子的话，它因为跳跃力很好啊，所以成为第4名。阿龙的话，听说是有的说法，说因为他在降雨救人啊，变成第5名。蛇的话，它也是很聪明的一种动物啊，它也是搭在马的身上啊，然后快到终点的时候突然跑出来，变成第6名，然后马就被吓到了，所以变成第7名。8、9、10这3名，羊、猴、鸡，我听说他们就是一起过河的时候主法过河，所以成为8、9、10名。我的话听说是因为烫完洗澡渡河的时候，所以才成为11名。猪的话就是因为只顾着吃啊，成为最后一名。以上大概就是12生肖的由来。因为12生肖算是比较白话一点的说法。因为天干地支毕竟算是那种比较属于占卜易经那一类的。你如果有动物来代表的话，那是不是就是比较亲民？各位介绍一下新年愿望规划跟实现。通常我们愿望的话，不外乎这5种：财富、健康、爱情、
金钱跟事业。那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目标，按照这个计划来达成。这边有5个步骤，愿望的规划跟实现。第一个就是设定具体可行的愿望。第一个我们要明确目标。假设你要增加财富，那我们就设个明确目标。你不能说很含糊笼统，我要变有钱人。那你要怎么变成有钱人？你赚的钱每个月要存多少钱？再另外兼职1份工作。假设说你每个月要存1万块，那1年就12万。这样子的话，可能速度又太慢了。那你可能要1个月要做个2万还是3万。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快速累积财富。第二个可量化。假设你说你1年要读多少书，这是可以量化的。你就是要定一个目标。第3个时间限制。我设定个目标，假设3个月要减重3公斤。可实行的目标，而不是说那种天方夜谭很难执行。第2个拆解愿望，然后制定计划。这边有3个步骤。第一个分阶段执行，我们把它拆成小的步骤。第2个建立习惯，我们日常生活，假设每天我们都要运动15分钟，来减肥啊。第3个设定停止，你可以用日历还是 APP 来提醒自己，看有没有达成目标。第3个执行记录跟进度。这边有3个步骤。第一个每日每周来检视一下，我们可以设定一个日记本，里面的目标有没有达成，它是表格也是可以。我看完成进度几趴。假设你达到80%，那还没有达成，那我们就是要加把劲。第2个适时调整。假设那个计划呢不切实际有点过高那我们就要适时的调整，就表示你已经超过你的能力了。我们不要设定那种天马行空的目标，我们是刚开始的时候先设定容易的，慢慢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。第3个奖励自己。假设我们达成目标的时候，给自己一个小奖励这样你才会有动力。第4个克服障碍，保持动力。我这边3个步骤。第一个预设可能的困难。哪个地方是比较困难，我们找出方案来解决。第2个寻找支持的系统。我可以请朋友家人还是社群帮忙。第3个视觉化效果。我们设定一个进度表。第5个年度回顾跟总结。第1个检视成果，看有没有成功。如果没有成功的话，看有哪些地方要改进。第2个学习经验，我分析失败的原因，下次的话可以避免，以后就容易成功了。第3个持续进步，我奠定可以让我们成长的计划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提升你自己的能力。以上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观看。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欢迎你的订阅。